大骗子，不要我了！魏无羡急促的脚步停顿了一下，他转身望向山头，内心愧疚感油然而生。说好要等他的，可现在情况危急，魏无羡也只是驻足了片刻，便毅然往山下赶去。原本山下只围着一些低阶走师和魏无羡设下的层层禁制，以防普通百姓误闯，现在最外面的那层居然被破了，一群无名修士堵在下山大道的路口，大喊大叫，说着那些所谓正义的话语。魏无羡不得好死，邪魔外道去死，丧心病狂，狂妄至极。魏无羡已经顾不得这群乌合之众了，近几日山中怨气冲天，魏无羡本就费心费力压制，已经快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最外面这层禁制特别重要，起了防止怨气流窜到山下的作用。可这关键的一层居然被这群修士给破了，一旦魏无羡失手，或者意念不够强大，这群怨气随时会出山祸害百姓。他本想绕过那群人去修补禁制，可修士们怎会放过他，立马在他面前堵出人墙，领头者喊道：魏无羡，你本世家公子之一，年少时鲜衣怒马，何等风流倜傥，为何想不开去互吻狗修鬼道？金家何其无辜，平白被你欺压，我们今日就是来伸张正义，为民除害，为金家讨个公道。哦，魏无羡嗤笑道：恕魏某问一句，你们中有金家人吗？没有。拎头人梗着脖子道：我们是来替天行道的。呵呵呵，你们有资格吗？魏无羡的瞳色渐渐变红，他低声冷笑道：来不及了。刹那间，一股怨气从山上扑了下来，魏无羡冷着脸站着，看着这股怨气肆无忌惮的杀人，随后举起陈琴，呜地吹奏了几声，怨气停止了攻击，慢悠悠地晃到魏无羡身边。得先去修补禁制。魏无羡跨过尸骨走到路口，神情淡漠的仿佛没看见尸体似的。等魏无羡修补好后，又慢慢的往山上走，轻飘飘的留下一句：自作孽不可活。当魏无羡走到山上时，蓝曦臣早已带着蓝湛从小路离开，地上那只碎了的糖葫芦让魏无羡的心猛抽了一下，另一滴泪也落在了糖葫芦上。魏无羡体内的怨气翻涌着，那股跟在身后的怨气也蠢蠢欲动，那一张张惨死的脸在魏无羡眼前浮现着，他苦笑了一声，怎么可能不难受？都是人命啊！魏无羡把自己关起来了，一个人慢慢熬，已经成了他的习惯，天塌下来了也要担着，他们可都是我的家人呢，我要护着他们。魏无羡失魂落魄地看着手里的那条墨额，这是上次给蓝湛解下来的，洗干净后就一直在魏无羡手上，说不清为什么，他就是想把它随身带着。兄长说，我们头上的白条条，只有喜欢的人才能动，动了的话就要在一起，在一起一辈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食言了。蓝湛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回来哥哥带你去买糖葫芦，带你养兔子，你回来把蓝湛还给我吧，我好想他，你把他还给我好不好？还给我吧。那股怨气小心翼翼地缠上那白皙的指尖。魏无羡动了动手指，怨气又颤颤巍巍地缩了回去。魏无羡低垂着目光，无神地看着那股怨气，缓缓吐出2个字：来吧。怨气仿佛一个得到糖的小孩一样兴奋，猛地顺着指尖缠上魏无羡的手臂，怨气化刃在小臂上拉出一个大口子，刹那间血喷不止，染红了衣袖和外袍。但魏无羡完全没有一丝痛苦的神情，甚至还饶有兴趣地逗弄了一下那丝怨气。怨气颇有灵性，蹭了蹭魏无羡，随后贪婪吸着他的血，并且越刺越深。魏无羡额上布满冷汗，薄唇早已失了血色，面上却还是平静的样子，仿佛失去了痛觉。魏无羡，魏无羡，你给我把结界打开！温情奋力拍打着魏无羡设的阵法，齐声喊道：你不要做傻事，你出来啊！温家姐弟在外面急得团团转，阵法内倒是安静极了。魏无羡合上双眼，昏昏欲睡。蓝湛走了呢，他缩在无光的角落里喃喃自语：是我不要他了，哈哈哈！笑着笑着，眼泪便流了下来。把他还给我吧，好不好？我想他了。天子笑分你一坛，当作没看见我好不好？云深不知处尽酒，罪加一等。蓝二哥哥，赏个脸呗，看看我。多抄一遍。别这样。我错了吗？你根本毫无悔过之心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根本没有悔过之心。
魏无羡抬起那只被怨气缠得鲜血直流的手臂，拭去了眼泪，他累得只想倒地睡一觉。放心，没事，死不了。师姐还在，温情他们还在，蓝湛也还在，不能死。可是真的好累，我睡一下，任性一次，好吗？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，他无声地道出最后一句：把它还给我吧，魏婴。蓝湛。魏无羡看见那逆着光的小小轮廓，嘴角的笑意慢慢放大，他看见了光，